哎呀，宝宝，对不起啊，哥哥回来晚了。自己吃东西了吗？真乖，过来，过来亲一下。对，是喝了点酒。没有，没喝多。今天，宝贝啊，今天其实我不是去应酬的，是你爸打电话叫我过去的。啊，没事，不是有事，都挺好的。他是有话跟我说。什么？那当然是和女婿说的话呀。哎呀，不瞒你，你坐好。你先坐下，我慢慢跟你说。哎呀，今天呢，就陪着爸喝了几杯吧，然后跟我聊的还挺多的。爸他说他觉得特别的对不起你，他和妈很年轻就有了你嘛，第一次为人父母就不太懂得怎么照顾一个女孩子，所以小时候你摔倒了，被人欺负了，哭着鼻子回家嘛，他就是不是老骂你没出息是吧？长大一些的时候吧，你是学校里面的佼佼者啊，考了好成绩回家，他也总是跟你说这是优秀的孩子本来就该有的样子。然后他还说，事业上没给过你什么照顾，都是你自己打拼。所以他一直觉得你成长的很好，是他的一个骄傲。但是直到前几天听说你晕倒在学校嘛，还住院了，但是还是等到病好了才跟他讲。他突然就觉得养大你的方法可能错了。对，他说你是个女孩子，本来应该是娇里娇气的长大，但是他却用了男孩子的方法把你养大。哎呦，怎么哭了呀？哭吧，想哭就哭，在哥哥怀里，你想怎样都可以。我觉得他老人家可能觉得没有办法，就当着你的面把这些话说出来吧，所以这不才给我打电话嘛。然后还说你特别懂事，说相信你一定能和我们家人相处好，也能照顾好我。我说那可不是嘛，我说对，把你一通夸。他就觉得他不希望，他说错养了你20年嘛，在你嫁给我之后还要一直这样下去。我听着也觉得挺心酸的。抱抱我的宝贝。我之前其实隐约感觉吧，你和你爸好像关系就不是很好。通过今天的谈话，我想，我知道原因了。哎呀，老爷子，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善言谈的人，他一定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才给我打电话的，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才说了这些话的。我还看到他满眼都是期待的眼光。宝贝啊，让我特别心疼的还是你。哥哥也终于懂你的坚强。其实第一次我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就一个人小小的，然后一个小姑娘一个人搬了好大一箱东西。我过去我说我帮你，然后你说没关系，然后其实你小脸上全是汗，额头上那个小绒毛都粘在脸上，手都红了，而且你在那，我就想一个小姑娘的为什么要这么拼呢？然后我们在一起之后，你也是这样，什么事儿呢都自己扛，也不找我，从来不娇气不耍赖，就总那么懂事儿。
是宝宝。你看着我，抬头，看着哥哥眼睛。你听我说，虽然可能你是以男孩子的方式长大，但是现在你就是我最最最宝贝、最最最娇贵的小公主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你就是一个3岁的小朋友。发生任何的事情，你只要躲在哥哥怀里，躲在哥哥身后就可以了。你开心的时候就出来蹦跶蹦跶，然后马上又躲回去，懂了吗？哎呦呦呦呦，这哭的，哎呦，抱抱抱抱。那咱们就说好了，要是以后有什么事儿你还自己扛的话，我们要罚，哥哥要惩罚你，记住了没？抱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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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乖，不哭了，不哭喽，摸一个，笑笑好不好？笑笑。好，那明天我陪你去看看老人家，咱明天就回去。